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做这么一次直播，就是2024年9月18日上午，也就是上周，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学生在离校20米处被一名中国男子刺伤，送到医院以后呢不治身亡。据悉，这名10岁男童呢是日本国籍，父母分别是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事发当天呢，正值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9·18事变纪念日，所以呢，外界普遍将这一事件解读为反日情绪下的仇恨犯罪。这几天呢，我看了很多中国互联网上的评论，也用翻译软件看了一些日本互联网上的评论。说实话呢，心情非常的沉重。今天不明白播客用直播的形式来谈论这个话题，仇日亲俄，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普通中国人是共谋受害者还是纵容者？实际上类似的话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呢，俄罗斯人也有过很多类似的讨论。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经济学人杂志有一个播客系列叫 Next Year in Moscow，明年莫斯科见，采访了很多有独立思想的俄罗斯人。2022年，他们在那个乌克兰战争开始后，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是沉默、反抗还是离开？那么中国现在当然面临的不是战争状态，但是中国互联网上和现实生活中对日本人、美国人以及很多非我族类的各种各样的人展现出来的仇外情绪和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让不少有独立思想的中国人也不得不面对类似的问题，也就是沉默算不算共谋？仅仅是祭奠鲜花，在人道层面上表达悲伤就足够了吗？还有就是对于仇外情绪和这个暴力背后的政治力量，普通中国人可以做些什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5位嘉宾，分别是研究网络舆情的破破的桥，他以前在微博上面也是非常活跃。第2位是记者亚美，有些听众可能听过我和他做过的一期大选前夜体验台湾民主的细节。他今年6月以来在东京游学，上周呢他正好就目睹了在东京中国人组织的各种悼念活动。第3位呢是本名叫李金星的。大家更熟悉的叫武雷律师，他从去年开始呢，在东京居住。他上周组织了一场在日本的在日中国人的悼念活动。第4位是东京大学的阿古智子老师，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学者。第5位是律师兼作家和旅行家刘宗坤，也就是推特上的徒步的骑手。我们呢，第一个环节就是给每一位嘉宾每人大概10分钟的发言。到第2个环节呢，就是不明白播客频道的用户呢，可以就是提问题。我们也有这个在这个YouTube 下面有一个叫 Slido 的这么一个网站，你们可以在那儿提问。提问的时候也请说明一下，就是说问题是给哪位嘉宾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请每一位嘉宾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充满仇恨的环境里，你认为普通中国人可以做什么？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给破破的桥，中国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中国网络上这种汹涌澎湃的仇日情绪是如何酿造出来的？你那个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去年发过一个挺好的视频，就是这个抗日神剧，就写了一系列的抗日神剧。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或者是你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角度，可以给我们说一下这种仇日的情绪是如何来的呢？谢谢袁丽老师啊。我其实去年我还发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说专门谈那个日本人学校的一个谣言的视频。那他和这次那个深圳日本人学校日本小学生沈航平之死是非常相关的一件事，所以当然我相信大家可能大部分人还没看过这个视频，所以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件事的背景吧。就是
这2年呢，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其实出现了一系列火遍全网的谣言和阴谋论啊，但是可能大家呢听过的人不多，因为这些谣言和阴谋论呢，它非常的下沉，它往往是在抖音啊、快手啊这些地方在那里流传，而不是在大家熟悉的那些YouTube 啊，或者是 X 啊，或者是微博上这些相对高端的上面平台上面呢流传的比较少。那么这个视频呢，最早就是在2022年9月26号在出现了一个短视频啊。这个视频展现的是一个日本小学生运动会。那个运动会上有2组小学生队伍啊，其中每组队伍呢都出来了一个领头的小孩啊，他们就站到一个讲台上，在那里大声的宣誓啊，用日语大声宣誓。宣誓完毕以后呢，鞠了一个躬啊，然后底下的同学们就在那里鼓掌。这个视频非常的短，可能就几十秒，本身并没有什么刺激人的地方，但是那个发布者给他配了一个文案啊，原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是在中国35所2队代表在校长面前发表宣誓词，日本人学校的日常，有特权禁止中国人入内，日本小学的运动会啊。你看这个文案，我是把它原话读出来的，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文案本身是，有点词不达意啊，但是这正说明了这个文案应该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文案，因为舆论传播就是这样的，一开始啊，一个谣言阴谋论一开始它本身质量是非常低的，但是慢慢的呢，就是大家发现这个方向能够有流量。那么大家都会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就会把原始的文案呢不停的拿出来修改打磨，然后如果你火爆了，那么大家就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文案就会越来越精美。然后呢，这个文案呢又是出现在了9月26日啊，但是这个视频本身呢是日本崎玉县的西浦和小学运动会视频，它时间是9月21日，也就这个视频的5天之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在中国短视频网站上的那个一个文案，所以我觉得这个文案应该是最早的。那么这个文案本身呢，它里边呢是有几个情绪点啊，也就是爆点，作者呢都是掐掉了，掐到了。比如说，第一个点就是35所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也就是他说他有了针对的对象啊。那么后面呢？后面整整1年啊，网络上传的其实都是这句话，35所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啊。现在呢已经膨胀了，我昨天去看了一下，上个月最新的抖音上的文案已经变成了137所日本人学校。事实呢是中国大陆一共有10所日本人学校，其中上海是2所，然后北京、天津、广州、深圳、苏州、杭州、大连、青岛呢是各有1所啊。因为这些地方日本公司比较多，需要给来打工的日本人他们的小孩来上课啊，这些学生呢加起来是4000多人，都是日本人。这个文案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禁止中国人入内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它瞄准的就是那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么一个梗啊，历史的梗。他作者呢试图和这个背景进行连接。然后第3个点呢，就是有特权啊，实际上瞄准的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权这么一个背景啊，就是说我们虽然从文学水平上来说，这个视频是这个文案肯定大家都看不上的，但是我们从流量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合格的文案，就他把几个情绪点都给照顾到了。那么当然呢，在最后呢，这个文案最终只拿了200多的转发，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本身他说的还是太隐晦了，也就用美国的这个政治语言来说，这是一个狗哨。但是呢，狗哨呢其实是需要一个仇恨的大背景，但是那个仇恨的大背景呢，当时还没有啊，所以缺乏这个背景来激发仇恨呢，他狗哨就没有什么用啊。就是说，很多人他看到这个视频，对他会激起一些情绪啊，但他同时也会想，这堆日本人学校虽然开在中国，但是都是教的是日本学生嘛，关我什么事，对不对？他就不会去非常激烈的去转发，但是呢，这个谣言呢一直都是在非常小规模的流传，但是到了2023年的
春节的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它的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就流传的非常广了，视频呢还是同一个视频，文案也还是同一个文案，但是呢它搭配了一个新的字幕啊，就是2个日本小学生在运动会上宣誓啊，这个他们不是喊了一些口号吗？然后那个口号下面它就出现了一条那个就是字幕，这个字幕上是写的就是他们喊的是上海是我们的，浙江是我们的，以后中国也是我们的啊，就是配了这样一个字幕啊，配了这样一个字幕呢，这个文案就非常的炸裂了，迅速的传播，我估计至少传了几千万的点击吧，至少拿到几千万的点击啊，就是因为原来嘛，就是大家觉得不关我的事儿，但是你这个字幕配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哎，原来你是在培训一帮人要占领我们啊，对吧？大家就觉得关他的事儿了，所以就传得很广啊。那么也就是我们还是用美国的政治语言说，就是这个狗哨从暗哨变成了明哨。对于一个明哨来说，它的传播性和攻击性都是非常的强的，远远比那个狗哨本身要强。那么正是因为它的攻击性非常强，所以后来几个平台都出了辟谣，包括腾讯较真，包括澎湃明察，还有一些在日本的博主啊，都做了一些辟谣，就是说这个口号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在喊那个我们要全力以赴啊，打败对手啊，我们要争取最好啊，就是说这么一些口号嘛。所以这个辟谣，大概过了1周以后啊，这个视频就不再流传了，但是大家也清楚啊，这个视频虽然不再流传，但是实际上伤害已经完全存在了，就是这个怀疑和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了，所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前面那个版本就是那个暗哨又开始火爆起来了，因为这个仇恨的大背景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暗哨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日本人小学生并没有在那里喊浙江是我们的，上海是我们的，但是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坏事呢？对不对？他有了这样一个思路啊，所以呢，这个版本的谣言呢，后来就在又在后面的1年半里边呢，出现了好几种模式啊。我看了一下，主要是3种模式啊。第一种模式就是那种揣测，比如说这些日本人学校是在培养间谍，而且他还非常有理由因为那些日本人长得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嘛，对吧？你培养出间谍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认不出你们对吧？就是很容易混进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去骚扰，或者是去那个上门比如说他拿一个无人机上去航拍，你们在操场上干什么，对不对？今天大家列队了然后我短视频，我在那里直播，今天日本人学校又在干什么了，然后就拿一个短视频去拍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到学校门口去，成群结队去，或者我一个人去，我啥也不干，我就在你学校门口，然后我在那儿盯着，然后我视频在那里摆着，我说我今天是来监视他们的，对吧？他们肯定在干什么坏事，但是我在这里监视，大家放心，有我在这里看着，他们干不出坏事来之类的就是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去那里拍剧本比如说最通常的就是找一个弱势群体的中国人比如说一个女人或者一个清洁工，一个送外卖的或者甚至是一个乞丐然后这个演员呢经过那个日本人学校门口，然后就跳出2个或者多个日本人就是当然也是演员了，然后头上扎着一个那个白色的带子，然后拿着一个武士刀或者一个木剑就在那里喊你们支那猪就不应该存在，或者是就应该从这里滚出去之类的这是我们日本的地方之类的。然后呢，那些弱势群体的就不停的跟他骂，然后骂到最后呢，对方就动手了，然后那个弱势群体他可能就突然就变成了陈真武功特别高，然后把他们打一顿就是这种视频都是就是这么3类内容这3类内容呢都非常的火。几乎每个视频我看都是能拿到几万或者几十万的点击。那么在我们看来这个都是非常有仇恨性的内容，而且
它的几个特点，一个是指向性非常的明确，它有具体的地点，我甚至就是怼到你脸上去拍，我就是到你门口去拍，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第二个呢，很暴力它是有完全的暴力动作在那里就是我直接就打了起来。当然，我虽然是演员在打，但大家也清楚，在网络上这两者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它其实是鼓动暴力。所以在我们看来，那个时候日本人学校已经非常非常的那个危险了，这些日本人学校。而且这期间还有一些大的背景，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什么核废水啊、核废水事件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平头哥、香飘飘、铁头撒尿的事件在国内呢也有那个，比如穿和服被警察带走或者到商场里边报个红点就开始哭或者是到圆明园去专门去碰瓷什么的。其实这一切大背景的都会非常的急剧的加重仇恨，而且你要反对他，就会被删帖账号。对，这就是我下一个，你能稍微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中国是这个网络控制这么严的一个地方，它怎么就可以就说这么仇恨的这么暴力？暴力也是它非常打击的一个方面，对不对？就为什么就说这么充满仇恨的这么暴力的这样子的内容是被允许的呢？而且我知道你还因为是反对这个某一种内容还被禁过言，对不对？你能对，我那个都是小事，但是我知道，但这个问题10分钟肯定说不完了。你稍微简短一点跟我们说一下，2分钟说一下吧。对，我觉得首先，这个日本人学校的日本人，其实在中国也算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他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大。你如果去政府部门门口摆拍，那肯定马上就没有了，对吧？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第二个呢？狗哨它有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在规则的边缘。比如说我就是去日本人学校门口摆拍，对不对？我是摆拍，我都是演员，我并没有打人，我也没有寻衅滋事，对吧？我就是到你学校门口，我拍了一个那个陈真，或者我拍了一个踢馆的视频而已，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你作为公安人员，他做这件事，他凭什么呀，对吧？我去制止你，然后我被网上那么多人骂，对吧？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有利，就是政权认为这些视频是有用的为什么有用呢？就是说可以转移矛盾可以发泄怨气对吧？对对。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亚美吧。亚美，你能描述一下，就是这几天你在东京看到的祭奠活动，和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感受吗？大家好，我是亚美，然后我是一个写中国报道的记者。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好因为前几天在东京参加了悼念活动，然后我那天知道东京的悼念活动就是小朋友确认去世的当天，然后我在东京的一个就是人文活动群里面，就是看见一个海报就去了。那个首页的活动的举办地其实是在新宿区的一个民房里面。然后那个是一个我知道，其实他平时会放很多电影放映、讲座，然后华语活动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记得那天7点钟活动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来了大概30多个人，一直到晚上接近9点的时候，还有人陆续来献花。后来我数了一下，前后可能进来50-60个人。然后那天现场有好几个就是很积极的在推动这个活动的人都跟我说，就是说其实从苏州的事情开始，他们就一直很想做点什么。到这次深圳的小朋友被杀的时候就受不了了，就很快就决定要做这个悼念活动。然后那天悼念活动其实程序挺简单的，就是大家先捧着蜡烛给小朋友默哀了1分钟，然后组织者去讲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后来也有几个生活在日本的华人上台去讲他们的想法。印象我比较深的其实可能是一位妈妈，就是一个在东京十几年的一个企业家。她那天穿着一个黑色的裙子，然后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她就是讲说她的孩子也是大概10年前跟着她，因为她来日本工作，小孩就跟来上学了。然后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其实感受到了非常多，就是日本人的这个包容和帮助。然后她的小孩现在长大成人，念研究生，已经快毕业了。然后他就说回头去想，就是说深圳的那个小朋友呢，
他其实也是跟着父母的工作去深圳的，但是可是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对，然后那天讲完他就哭了，然后现场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哭了。嗯，然后我记得那天大家在现场讲了很多自己的难过、愤怒，然后也提到就是这么多年的仇恨教育到底带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啊。然后我印象其实还有很深的一点是那天现场来了很多的日本记者，就是朝日、NHK、每日新闻社，就是日本很主流的这些媒体都来了。然后因为其实他们每家都会同时带摄影记者和专门做采访的记者，就导致那些现场我感觉日本记者的浓度很高。这些日本记者他们其实基本都是用中文做采访，那我跟他们聊天就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有中国留学的经历，然后他们来做采访，就当然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闻，可是我觉得就是选题倾向这个事情也是存在的。那讲直白一点，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报道，其实是在帮助某种降温，就是帮助中国人，就打引号的中国人，扭转中国人在日本的这个形象。然后我其实就是对于集体形象受损这件事情，当然没有执念，可是那天其实还是挺感动的，因为这些日本人他是很真心实意的关心你们这群生活在中国的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就是担心你们遭受攻击。然后那天我就不断的听到有日本人跟我说，就是说你们做这个活动，悼念活动挺好的，就是说这个活动很重要。就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有一个像辽本的日本先生，因为他就一直很关注日本网友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他那天在现场就是一直在刷他的推特，然后就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是他精选过的这个日本网友的好评，他就觉得要干预舆论，就是不能因为有一个日本小孩在中国被杀死，就要让日本网友仇恨中国人。所以我那天其实就是有一种双重的心碎，我就感觉就是为小朋友心碎的同时，然后就是你发现你身边的这些真实的日本人这么的好，可是跟你讲同一种语言，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却这么的恨日本人。然后上周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是，就是林培瑞教授在东京大学做了一个80周岁的纪念演讲，就讲他跟中国知识分子交往的一些故事。然后那天活动开始的时候，其实那天来了100多个人吧，将近200个人，把东大的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坐满了。然后活动开始的时候，活动的一个组织者，也就是东京大学的一位学者，他是个日本人，但是他首先就是用中文提问说，今天有谁是听不懂中文的吗？请举手。然后大家就笑了，因为其实他应该用日语或者英语来讲这句话。然后他也很快反应过来，用日语又问了一遍。然后那天就有10来个日本人举起手来，组织者就让他们坐到一个角落里面，这样方便翻译直接给他们翻译，就不用再让讲者专门停下来翻译。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细节，是因为就这个是我在日本生活这几个月感受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太多的活动其实是中文主场，然后也来很多日本人，可是这些日本人中文都很好。然后你在别人的国家，然后老是做这种中文主场的活动，大家都迁就讲中文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善意和尊重。就我看到就是深圳那个事情之后，就是很多人在网上骂说，哎，为什么要有日本人学校？这些日本人学校都不让中国人进，这不是租界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们也在人家的地盘上搞中文活动，我们才是租界好吗？就是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反正就是我感觉我最近一直生活在这个粉红泡泡里面，然后感受人和人之间很真诚的、很美好的链接。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比较年轻，然后我成长参加工作这几年，中国的环境已经非常不开放了嘛。然后我在疫情之后头一次就是沉浸在和重新认识世界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突然间这个刀就把这个粉红泡泡都刺碎了，就是我才发现原来大家真的这么的恨日本人。然后悼念活动那天白天其实也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目睹了一个就是以部分在日华人为名义，就是发出了一个实名的联署信。然后这个联署信其实就是写了深圳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它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读一下，就是说在表达哀痛之时，我们也深知造成类似事件的深层原因。中国长期以来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日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甚至放纵了蒙昧与罪恶。我们也将致力于改变这种令人不安的现状。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联署信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就是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上一次看见有实名联署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了。我觉得可能是5年前再往前了。就是这个东西它原来我相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它是很正常的东西，可是在这几年的中国它其实已经不出现了这个形式。然后这几年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哪怕不是很直接的政治表达的活动，很多时候大家是
也都还是觉得面临了某种压力，然后会选择以化名或者匿名出现。那在国内的那个悼念现场，就是在深圳的那个学校门口，其实后来确实出现了很多警察和便衣，就是想不让大家来悼念。然后白天在发起实名联署的那个华人群组里面，其实争论了一小会儿，就是有人提出说可不可以匿名联署，就是他的理由是说要给那些想表达但是不方便实名联署的人一个机会。然后群里有一个人就是回他说，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挺好的，就是他说，毕竟面对党和政府的时候要破除自身的恐惧，没有这一个突破的话，那是自己没有做好准备，那就不建议签了，不强求，也不一定要怎样表态。因为自己在家里点个蜡烛也悼念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必做公开表达。其实我完全不想去拔高实名联署这个事情的勇气之类的，可是对于一个就是比如对我来讲，今天我的大多数同行是在匿名写报道的，就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概念，就是在情况非常恶劣的缅甸或者伊朗，就是记者匿名这个事情也是非常不正常的。可是今天在中国，我们把这个事情合理化了。那其实长期以来，我知道我的很多同行伤害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工作或生活在这边，然后下班之后去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换一个名字，就不是的，因为匿名写报道这个事情就是完完全全的把你整个人放进抽屉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是我突然愿意，就是发现有这么多人其实是愿意实名表达，然后突然发现其实你用自己的名字也是没关系的，就是我是很被安慰到的，因为那天到那个联名信大概中午12点钟发出，然后一直到晚上12点的时候，我看见武雷律师说那天其实就是邮箱发来想参与联署的人，其实有100多个人愿意实名联署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在国内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沉默的花海有沉默的花海的力量，但是在可以实名的时候，我觉得实名的这个力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也可以念一下，就是我看见有一个记者同行在他朋友圈是怎么写这个事情的。他说：“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匿名，习惯了所谓保护受访者而被迫放弃描写他的生活脉络，以及习惯了这种职业底线被击穿的痛苦。可是今天看到在日中国人的联署声明，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名字排成长串，每个人的后面还跟着居住地和职业，我才哭出来。我好想实名啊！这简直是严肃的政治生活的基本体现。这是个不想让你严肃，也不想让你负责的地方。”对，我当时看着他讲这个，我也很感动。其实我还是我完全接受，就是因为后来那个联名信发出之后，我知道很多，也看了很多评价，然后我也接受很多评论，就是说就是你其实只是在做姿态，或者你只是实名联署，你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之类的。其实我都接受了，然后我也不能说实名联署有多大的作用，可是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不管是悼念也好，还是实名联署也好，就是拿回曾经的经验，然后找回正常社会里做正当事情的权利，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最近的一些感受。好，谢谢亚美。武雷律师，刚才亚美描述了就是你组织的这个祭奠活动和这个实名联署，当然有很多中国人说你们是好样的，有勇气。亚美刚才的描述其实也说了，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站出来做事情是多么的难。但是就是对你这样的行动者，我可能还是要问一些，就是可能稍微有些我认为比较难的问题啊。我到这个难的问题。好，我到这个日本雅虎用户，就是朝日新闻不是去报道了你们的祭奠活动嘛？然后那个在日本雅虎上呢，就有用户对你们的那个做了一些评论，其实还是相当的不留情面的。我来念几条，就第一个，就比如说，如果你感到愤怒，你应该向中国政府抗议。第二，如果你真想哀悼，就否认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如果你做不到，那只是一个姿态。第三个，让北京政府知道你的声音。第四个，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日本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国家。如果您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请您在您的祖国倡导，请在天安门上涂鸦，就像在靖国神社上涂鸦一样。正经的中国人屈指可数，他们大多接受过抗日教育。我真的很心疼这个日本男孩。我不知道您听了这些评论有何感受？还有就是也许您可以从就是您为什么要组织这个实名联署和这个祭奠活动，然后再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您对这些日本人的评论的感受，好吗？谢谢。
好，谢谢袁丽。我们组织了两个活动，一个是华人的实名联署，就是我们对这个事件深圳杀小孩的事件，发表了一个声明，然后晚上做了一个追思会。实际上大家的心情那天早上都很糟糕，我感觉我们在日本的华人，完全懵了，因为没想到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们没想到非要必须目的动机，没想到。其实我认为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暂且不要讨论 ，OK， 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不要讨论中国人、日本人问题。我们暂且讨论我们是不是野兽，我们还是不是人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东京的人民论坛是一个在东京非常活跃的华人社区，我自己知道，或者提醒我自己，我们必须做一点什么。然后我和记者贾贾和马博士，我们3个人快速的商量，几乎没有异议，我们就发起了这样一个行动。如果非要说动机的话，或者说目的的话，我想，这难道不是一个华人社会必须做的事情吗？或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个正常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准则就是我们要有是非感，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价值。我们不能生活在日本，然后还是红卫兵。所以虽然是没有用，虽然可以我们知道被很多人骂，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需要修补这些关系类似事件出现之后，对中日关系，对中日，阿古老师也写到了，对中国，昨天阿古老师发表的那篇文章，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双方的这种往来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修补需要建设性的修补刚才袁丽你说的那些有些日本人在指责我们、骂我们，从我角度来讲，我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一个日本孩子在中国人刚刚被杀害，我们能想象我们会得到日本人的表扬吗？能想象会得到日本人的感谢吗？他的恶果已经出现了，就是中国和日本，我们的民间又陷入一个巨大的对立，相互的对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对骂。我们买鲜花的有一位朋友在群里留言让我很感动，他说他去到日本那个卖花的地方去买花，因为日本的卖花的老太太要问你给谁买花我要给你配花，他说我要给深圳那个小男孩，那个日本的老太太他就掉眼泪了，然后他就安慰这位中国孩子中国人说哎呀不怪你，哪里都有坏人，然后2个人就哭着相互的安慰。而且来的很多的日本人都对我们表示理解，所以我说我们既不是讨好任何人，我们作为人类，我想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有共同的哀伤，我们应当安慰那些受害者。我认为2个国家应当交往并不是说日本一定会离开中国吗？中国一定会离开日本吗？不是这样的，甚至我认为交流，互相的交流，互相的理解我们按照文明的标准、文明的语言相互沟通、相互尊重但说实在的袁丽，我也非常担心，我真的非常担心。那天我在我的临时讲话当中，我也提出一个问题 ：Who is the next one？ 谁是下一个被伤害的孩子？大家注意，我说的并不是谁是下一个日本孩子，或者谁是一个美国孩子，是因为类似的个人恐怖主义事件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了。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被这样无辜的、无差别的被杀害的更多。仅仅这一次是因为一个日本孩子引起了更大的关注，我真的担心。但是我知道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济的问题，社会管制失败的问题，大家都心慌奋斗几十年，40、50岁，
溃败了，自己溃败了，然后又没有社保，然后又各种出现各种问题，债务危机、家庭危机，然后仇恨教育，这时候多年之前啊，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仇恨教育多年之前种的种子啊，终于结果了。所以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灾害的产物，值得我们所有人的深思啊！何况我知道，可能还有10万日本人在中国，他们在做贸易、在经商、做文化交流。所以，我认为没有中日关系问题，没有中美关系问题，只有中国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好，那阿古老师，我不知道您对我刚才念的那些日本互联网用户的评论作何感想？就是这种想法在普通日本人中间有没有代表性呢？我自己作为学者，很想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印象嘛，就是做这个民调。看那个民调的结果来说，是这个日本人总体来说是对中国的这个印象是越来越不好，这是事实的。但是你们看到的这种雅虎的这个评论啊，我觉得是非常极端的，非常极端的，但是有一定的数量。就是写这样的极端的comment 的，然后就是跟那个中国也相似的，就是日本的这个流量民主主义嘛，就是你可以获得利益才说这样的极端的言论，所以这种网络时代的问题是中国日本双方都有的，然后这一次发生这样的悲伤的事件之后，我也很担心这个日本社会。就是这种少数的也好，总体的那种就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也好，印象也好，就是越来越就是恶化。那就那个吴磊律师亚美还有很多那个东京的华人，就是我现在。就是事件发生的时候，现在也在国外出差，然后看到了很多华人就是做这个活动，然后。但是我另一方面看到了很多这个华人发就是不安的这个心情，因为是在东京生活的很多华人也有孩子要上学。那个昨天我看到了这个东京中华学校，就是跟日本的警方合作，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要陪同一起。日本的警察要陪同孩子家长去上学。日本是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家长不需要陪孩子去上学嘛，但是现在就这样的越来越就是紧张了，这个我真的很担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也不希望这个就是孩子的爸爸是日本人，然后妈妈是中国人，就是刚才吴磊律师也说过了，我们这个经常我们讨论的时候，日本人是什么什么，中国人是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是就是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我也是做中国研究很多年的日本人，就是我有很多样的就是背景，然后不应该是用很大的主语来描写这个问题，但是经常是这个网络时代用这个很大的主语来描写这个中国人的问题，所谓中国人的问题，所谓日本人的问题，所以我作为学者。很想了解，很想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们是这样子描写就是民主的精神。好，谢谢。对。您最近就是刚才武雷律师也提到了，您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实就是9月18号9月18日上午，就是在这个悲剧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日两国反中反日日益严重。您写到就说您还收到过一份周刊杂志的采访申请，问您是否应该对中国人都要小心一点。这个就是在这个 NHK 的有一个中国出身的雇员在那说这个钓鱼岛是中国的什么之类的这个事件以后，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还有就是这种的，就是怀疑中国人的这样子的一种 sentiment 这种情绪，我知道您可能很难来去 quantify 来给我们大家一个数据，说它到底有多普遍。但是，那实际上我们在美国社会实际上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不知道您在日本社会，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说一下？这种周刊杂志嘛，就是你们上地铁就看到了很多广告，然后那个标题就是中国人或者什么那个，就是攻击日本社会的什么什么，就是很那个。就是看了这种广告，可能是那个杂志卖的很好的，因为是很有意思的嘛，就博眼球的，对对，我听那个一些朋友在德国研究的朋友，这种广告是在德国的话非法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广告。但是日本的广告很多的，因为是商业性的这种周刊杂志嘛，就是要卖的，要那个有利润嘛，所以就是很容易就是做这样的标题来去宣传一下。然后我这个杂志采访我的时候，他们就因为这个的问题，当然是他是中国人，国籍是中国人。然后他可能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可能是影响了他的想法。他虽然是在中国的日本的那个大学研究生院读过书，然后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但是这种小时候的教育可能是影响他的那个思考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说这个所有的中国人是这样子，然后就日本人也有很有极端的思想的，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违规的这个做这个违规的行为的日本人，所以是不能一贯就是说这个是中国人是做的事情，或者中国国籍的什么什么。但是这个周刊杂志就是有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用法律来是控制一下，这种广告不应该在很多人就可以看到的公共的场合出现的。好，谢谢阿古老师。那老刘，你前2天在推特上写到歹徒在深圳谋杀日本学童的事发生后，一些中国人出来说，大多数中国人是好的。你写到，大多数中国人当然不是歹徒，但道理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人说大多数中国人是好的，那是宽容和宽恕。但这么恶劣的事件，血迹还没干，中国就有人代表大多数中国人说自己是好的，给人的感觉，一是没心没肺，二是自欺欺人。你能给大家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吗？是的，是这样的。那段话是有针对性的。为什么有针对性呢？是因为我看到有各种声音都出来，那么而且呢，你像我们这个事发生之后呢，一个很大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讲，就是你很难完全从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置身事外。它涉及到很强的情绪，哪怕是去压制自己的情绪，它总是还是会有情绪不断的回来。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涉及到一个10岁的孩子。那么像我这2年，我到处骑车，回来以后，在世界上好多地方，实际上留下的最好的回忆，就是一群孩子，就是你路上的遇到的，不同国家的那些儿童，那些小孩儿。有小学的，有初中的，你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历史，看不到文化，他们都是一样的快乐，一样的友善。包括现在塞尔维亚成年人是很内向的。你在塞尔维亚骑几天之后，你可能有点压抑，因为他们成年人很少跟你打招呼，但是他们孩子不一样，他们跟周围其他国家的那些孩子，像罗马尼亚的孩子最热情，塞尔维亚的孩子同样的热情，他们老远的给你打招呼，尤其是放学的时候，
那街边上一对那个小朋友用塞尔维亚语、用罗马尼亚语给你热情的打招呼，过来给你拍手，这是最美好的回忆。对。在台湾也是这样。我记得去南回的时候，那么上坡很陡嘛，你上去之后有一个小村子，有一对小朋友，大概是幼儿园，还没到上小学的年龄，就是有2个阿姨领着他一起喊加油啊！这是你感觉最好的时候，你觉得像在天堂骑行一样。那么在日本也是这样，你路过村庄的时候，因为要骑到下午嘛，正好遇到他们，那个小学啊，放学。他一对一对的小朋友，就是沿着街很有秩序的走啊，他们之间也说也笑，也偶尔也打闹，你会看到这些。那么，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是从九州开始骑嘛，那么要路过一个地方叫下关，Shimonoseki。下关以前叫马关，就是马关条约就是在那儿签的。那么过了下关呢，就是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村庄。那么在这个村庄里边呢，有大片的农田，那时候是春天嘛，它是麦田，很多麦田。那么我正在骑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左前方有儿童有孩子冲我喊，我抬头一看呢，就是隔着差不多也就200米，就是在麦田的另一边。一个小孩冲我挥手，然后他看到我抬头看他呢，他一边挥手一边讲日语，我听不懂日语嘛，他一边鞠躬。这个深圳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一下就想到那个小孩，所以你很难完全用理性说总结出1条、2条、3条，没有办法，至少我很难做到。那么这是一个很感性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不只是说你理性处理不了，你人的感性也很难处理的，这样大的一个冲击。那么，我就是说刚才讲，就是说我那个针对性，就我写那段话，对，我是针对2种声音，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出来当天嘛，说在抢救。那个孩子说，大家都希望就是说能够，能够抢救过来，然后能够恢复，但是他过了2天说他去世了，没有抢救过来。有深圳市民去送花，那么那么有人呢在网上发文，开始批评，就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仇恨宣传，尤其是针对日本的仇恨宣传。那么但是呢，同时也出现了2种声音，一种显然是官方的声音，就是说这是个别的事件，是孤立事件，那么这显然跟人们的看到的不一样，这不是孤立事件。那么另一种声音呢，就是说大部分人是好的。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人是好的，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坏的，这个世界他就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每个所以我写那段话是针对这2种声音的，它很有针对性，它也是一种愤激之词，它不是说我理性想好了1条、2条、3条，不是的，它是它是愤激之词。那么我想说的呢，就是除了那种愤激之词以外呢，我想说，就是说恶性犯罪哪个国家都有，但是呢，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它是仇恨犯罪，它是 hate crime。你按照全世界的标准，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联合国的标准，这都是仇恨犯罪。什么是仇恨犯罪呢？就是把某个特定群体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犯罪，它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它不是所谓的个别事件或者孤立的刑事犯罪，不是的。这是我们一个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仇恨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种偏执，也是一种偏见，它不是天生的。这个人们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仇恨啊，它是天生的，不是的，它是后天教的。这个现在的实验心理学，这个结论是很清楚的，仇恨是后天教的，是后天反复学习训练的结果，它不是天生的。那么我们中国人针对日本人的这样一种仇恨，它是怎么来的呢？我刚才听到几位发言，刚才几位讲的都很清楚，我就不去详细的讲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大家看一下也都知道，你哪怕不看国内的电视，不看国内的官宣、官媒，那么你只要是去网上看一下，你就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仇恨犯罪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它任何国家都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个问题指向仇恨这个事情呢？那么中国的这种仇恨犯罪，它有个什么特征呢？我想它最大的特点，它是一种 government sponsor 的意识形态。你在日本政府它是不 sponsor 仇恨言论的，是政府支持的。是的，这是美国政府，你不管是左派政府、右派政府，还是欧洲的左派政府、右派政府，他们都是不 sponsor 仇恨言论的。仇恨言论每个国家都有，但是在大部分国家它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但是在中国不一样，这是最大的区别。你如果是看不到这个区别呢，那么其他都谈不上。这是我们看，至少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看这个问题的一个出发点。那么这种东西到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有时候会去网上看一下，你会有一种感觉，你好像它已经好像成了中文世界的有些人的一种 civic relation。仇恨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成了一种国民意识形态，仇恨成了一种民间宗教式的东西，这是它可怕的地方。那么有人说这是民族主义，我想民族主义它有好多种类啊，它不是说民族主义不全是坏的，也不全是好，但是民族主义里边最差的、最危险的、最劣质的一种就是这种仇恨驱动的民族主义。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用民族主义这个词往上扣的话，我把它叫做一种错乱的民族主义。你就是就事论事的话，日本侵略过中国，这是历史，这是晚近的历史，这个谁也否认不了。那么你就算有这种理由，你来仇恨日本或者仇恨日本人，但是美国是帮助中国打败这个入侵者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的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仇恨，它不只是仇恨日本，它也仇恨美国。所以这不是一种，就是说把它说成一种民族主义，有点太勉强了。你不可能说这个国家入侵过我们，我们就恨他，然后另外一个国家帮我们打败了那个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也恨他。你这算什么民族主义啊？这是一种错乱，是一种仇恨导致的错乱。那么宣传仇恨的这些人都是躲在幕后的，去行凶的，去做行凶这个事情的，就是仇恨犯罪的都是普通人。你看苏州那一个，还有这一个，他们都是普通人。所以有人说这是平庸的恶，或者恶的平庸。反正阿伦特那个词，反正谁都用啊。任何场合都用，不管相关不相关的。这一点都不平庸，这一点你头脑要清楚一点，你仔细想一想，你会看到他一点都不平庸。那么这个人他是普通人，他是小人物不假，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这个不假，但是他为什么要去犯罪，去杀一个10岁的小孩？这不是一种平庸的人做的事情，他正是因为他不想平庸，他才去
做这种极端犯罪的行为。所以这不是什么平庸的恶，不要去乱套用阿伦特那种词。谁是平庸的恶？谁是恶的平庸？那些不说话的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默认这种偏执的，默认仇恨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担心也好，害怕也好，你默认这种东西，甚至迎合这种东西，他们才平庸，那才是平庸的恶。所以那些所谓的大多数人是好的，那个大多数那才是平庸的恶。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谢谢老刘，谢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现在我们呢就进入问答环节，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问题，我来先问一下，这个人回答的问题挺好的。他说：“你好，主持人，我在欧洲已工作多年，父母尚在国内，我与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观点不同，有过一些争论，互相认为对方被洗脑了，然后不欢而散。但这个事件我根本不敢提起，生怕听到父亲说出一句杀得好。如果这样，我可能会立刻崩溃。但是如果民族情绪持续被煽动，这仿佛无法避免。请问我如何能唤醒国内家人心中的良善？”我不知道，你们谁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武雷律师，要不你来回答？稍等啊，我开开我的已经开了，您说吧。我只能试着回答。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承认人的观点的差异化，人的对某一个问题不同理解的差异化，而且作为人类本身，它又受到极大的后天的影响。我们想一想，1937年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时候，国民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包括像福泽谕吉这些人，就是日本的思想家，都是主张狂热的要东亚扩张，然后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然后为整个的二战日本侵略东亚洲，然后甚至日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想我们首先要直视承认这些差异的存在，然后更要看到这是一种长期的洗脑的结果，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人的知识是被选择的、有选择的、精心的被喂料，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必须还是要回到我们相互讨论问题，不管我们有多么大的争议，或者我们世界观有多么大的冲突，哪怕去拍了桌子，只要不动武力，只要不骂娘，老子儿夫妻之间都还可以讨论。我们就坐下来讨论 OK 杀人这件事情对不对，无差别的袭击对不对，然后这些事情怎么形成的。当然我知道很快有人就会说啊，日本侵华战争你怎么不说？好，如果讨论日本历史，讨论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我们都要讨论，但是历史问题不能仅仅讨论南京大屠杀，而且南京大屠杀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讨论，抗日战争的问题要讨论，是不是？然后我们长春的事件要讨论，什么大饥荒饿死人事件要讨论，什么嘉宾根事件，所有的历史问题大家都要讨论，讨论没有禁区，而且不能设定前提，说某个事件已经盖棺定论，我们不能讨论了，所有的问题都要讨论。然后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先看10本书，首先从加边沟记事，首先从这个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我们每个人看10本书，你推荐10本书，我推荐10本书，然后我们再坐下来讨论。甚至我有时候想 OK 我们在东京，我们做一个有关台湾的议题，我们请台湾的学者来和我们对话，你们怎么想的？而我们大陆的知识分子、大陆的律师和学者怎么想的？大家来沟通。那么为什么台湾独立是一个选项？
你们这种独立的选项是来自于哪里？所以我觉得我当年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句话还是让我很感动的，那句话就是大意就是台上我们可以争论，台下仍然我们是好朋友啊，不要因此马上就操祖宗，马上就动起拳脚来，我觉得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还有哪一位？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中国人都面临的问题，真的是我有不少的朋友说不敢和家里人讨论。老刘是想要说一下吗？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讲，就是说他父母有这样一种看法，他自己有更富有同情心的一种看法。就我想这种同情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小时候都是跟父母、跟长辈长大的，这种同情心肯定也有长辈给我们的那一份儿。但是，就这种同情心呢，它至少说明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种潜力。它是一种潜质，这种潜质呢，它有时候在上一辈人身上呢，它可能好像它就被淹没掉了，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被淹没掉了。就是怎么把它发掘出来呢？可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式。我想是这样一个道理。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你跟长辈对话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知识结构了、社会经验了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我想这种隔阂是永远存在的，它不可能把它抹平的。但是有一个大的道理呢，我想，它可能是，就是说我们能够沟通的有一个大的框架。就这个国家，每个国家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都是处在一个变化当中。每个人也是这样，有的国家它过去野蛮，它现在不野蛮了，说明它进步了，它文明化起来了，也说明它国民当中向善的力量占了上风。有的国家过去野蛮，现在还野蛮，它说明它没什么长进。有的国家过去野蛮，现在更野蛮了，它说明在走下坡路。那么，我想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中，就是它历史是动态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是个野蛮国家，就永远是野蛮国家，不是这样的。它有向善的潜质，也有向恶的潜质。我想，如果是不管是上一辈人还是我们同辈人，如果是能够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中，把历史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我想可能就有更多的对话的基础。我是这样想。好，谢谢老刘。那下面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破桥来回答是比较合适的。问题是，为流量而制造仇日言论和谣言的自媒体，是否应该对国内的仇日情绪负主要责任？是的呀，的确是的。你觉得是自媒体要负主要责任，而不是这个你说一下你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责任指的是哪方面的责任，就是但是我们应该说，如果说谁要负直接责任的话，当然是那些自媒体需要负直接责任，那些网络平台或者政府是负间接责任。其实如果我们谈深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社交网络出现以来嘛，它有这么一个设置，就是说我是那个我看到好的，我可以来转发它，来传播它。那么，但是呢，由于打动人呢，一般来说用的是情绪，你给了一个人知识，他不一定会转发你，但是你给了他情绪，你给他很强的情绪感觉，他就会来转发。这种机制呢，导致大家都开始生产一些情绪类的内容，
而情绪类内容里边呢，最会激发转发的就是仇恨类内容。这个我觉得，跟刘老师想的不一样。我认为肯定是人对仇恨类内容他接受程度会更高一些，他引发情绪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情况。所以社交网络的设置呢，就会让这些意见领袖呢去倾向于传播仇恨类的内容，来获得流量和金钱。所以它本身是一套体制下的产生的一些问题，不是说这些意见领袖他就不一定是好人。你说大部分是好人，那没有错，但是这些人呢，在这个金钱下，在制度下，他会扭曲自己。那我问一下，就比如说。说这个制度，它因为现在可以发出来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是吧？以前是政治啊、社会事件啊这些东西流量嘛，是吧？我们说这种自媒体，那后来连娱乐都很多内容都发不出来了。那再后来呢，现在就是唯一可以有流量的，就是这种的比较有民族主义、比较有仇恨情绪的这样子的仇外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如果放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讲，你还是认为这些自媒体他们是要负责负更大的责任？是这样的，政府肯定也要有一些责任嘛，因为我们确实清楚，以前的话大家挑动矛盾的方式是很激烈的，很多样的，比如说男女矛盾啊，这个很清楚啊，婆媳矛盾，经常看见像咪蒙那样的。挑动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这也很多。我们有阶级的矛盾，我们有种族的矛盾，我们有很多矛盾，包括我们在国外的互联网上都可以看到那些挑动矛盾的人。但中国现在其他的矛盾都不允许存在的呀。对，但是中国呢，可能压制了这些矛盾，那么相对来说容许这些政治正确的矛盾，因为反正你攻击日本人嘛，人家也，对吧？也似乎对这个中国社会没有太大的稳定上挑战。如果你瞅美国人，就可能就更加那个远了，对吧？所以他可能对这方面就管得比较少，或者觉得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我们总体来说，就是说这个意见领袖阶层是一套制度下，包括我们的社交网络平台，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也包括我们可能社会文化最终打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群体。而这个意见领袖这个群体啊，它 rotten 就是腐烂掉了以后，那么造成的影响就很大。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我怎么说服我父母？我是不愿意反驳其他两位老师，因为我觉得这不可能啊！我都做不到。我作为一个大网红，我作为一个研究网络舆论人，我都做不到说服我父母。对，因为很简单，作为意见领袖，他们是听意见领袖的。一个意见领袖为什么他能成为意见领袖？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知识缺陷和他们的性格缺陷，他了解他的这些粉丝，这样子他才能成为意见领袖。如果这个群体他烂掉了，我煽动仇恨，那他当然容易的很，因为他知道你哪里不知道。就像我日本人学校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要在中国开学校，对不对？那我知道你有这个缺陷，我就可以随便编造事实，或者我随便传阴谋论来对付你，对不对？我总是能把你煽动起来。那我要来说服这个被他们煽动起来的人，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我觉得概率是非常低的，对吧？人有了知识缺陷，他什么都能信，疫苗里有芯片他都能信啊，对吧？对不对？你给他打个疫苗，照样能让他仇恨起来，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我们要去解决这些一个个体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困难啊。我们必须说我们把这个整体的问题解决掉，我们才能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些个体的问题，对吧？如果整体有问题不解决，说我怎么去说服父母？我觉得是，反正我是绝对不乐观的。对，这个我也听说过，很多人说过，就是这个说服父母是最难说服的，是最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你的知识结构和他不一样，他听的是另外一些知识结构的，和他相近的那些人，他理解他，他知道怎么骗他，知道怎么煽动他，对，知道他有什么缺陷可以被煽动起来，对，就是这么回事。对，有2个问题是给阿古老师的，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就一起都念了，您听一下，是想要怎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阿古老师，日本正值自民党总裁选举，此次深圳日本小学生事件会对未来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日本政府是否会因为对中国大陆市场的考量，重蹈1986-64后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还是说会追随美国继续围堵中国？有民调显示，日本有超过90%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此次事件是否会影响到日本华人、日本社会，可能产生大规模排华？第二个问题是向阿古老师提问。首先，对深圳发生的日本儿童受害事件表达深切的哀悼。我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把仇日作为中共政权合法化的基础要素，仇日是原则，有日是例外。深圳日本学童受害事件之后，中共政权担心日资企业从中国撤资，可能会例外的短暂有日，就是对日本友好。从对中共政权比较了解的日本学者的角度，您能不能对这个中国派遣日本人员发展业务的日本企业，就是向中国派遣人员发展向中国派遣人员的这个日本企业给一些建议？好，对，我也是考虑这些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政治环境也会有变化，因为现在对自民党的选举，我们也还不知道是谁会做下一个首相。然后我也刚刚给一个报纸写过，还没有发表，但是我就希望这个下一个首相是可以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中国的所谓威胁，就是因为就是中国，我是做中国研究，我觉得就是这种这一次发生的这个你们也讨论的这个仇恨的这样的环境，当然日本也有，但是中国的特殊的情况就是言论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就大家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的情绪。当然这个历史问题一定要讨论，我们那个日本人就是学习历史太差了，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学校教育里头就是比如说那个918是什么例子，可能是很多日本的孩子都没有好好学习的，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国家有那个办法去控制这个国民的言论，就是很多历史的就是想表达的问题，还有现实的很多这个对政策的这个有关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所以很多国民就是用暴力的方法来就是表现出来，而且是这个反日的这个抗日的这个言论的话，就是或者是暴力的话，是也可能是有的人是觉得是可以被允许的。所以这种，所以我就日本的外交就是前大使菊大使也刚刚发表了文章嘛，他就是在当大使的时候不断的希望这个要求这个中国政府删掉这些仇恨的言论，仇恨的还有什么假信息。但是这个也是有一点就是也不应该是国家去控制这种言论，就是正常的国家的话有很多种的不同的言论可以批判这种仇恨言论，但是中国的话现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可以删掉了，但是日本的很多这个假信息是没有删掉，所以所以就是我写的那个报纸的评论里头，就是希望下一个日本首相嘛，就是应该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言论环境，这个中国的言论环境和那个日本的言论环境，然后就应该做这个共同的研究，这个专家参与的这种共同的研究，然后做了这些研究的话，我们需要所谓的知冲派和那个知日派
在日本方面是这个可以用那个汉语，可以用中文，就是做这个中国有关的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了。像那个我的研究生院，就是没有一个日本人，就是在我的那个都是中国 seminar 学生吗？都都是中是中国。国学生，对，可以啊，中国学生也可以在日本一起做这样的研究，可以的。但是很可惜，就是在日本长大的，就是关注这个中国问题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一次我那个发生这个深圳的这个事件之后，我在国外那个参加这个华人那个年轻人搞的这个工作坊，就讨论非常激烈、非常活跃的。然后我问了那个日本的很多年轻人，你们也愿意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讨论？就是几乎没有人回信的，到目前为止，可能是觉得很就是很敏感，这个话题很敏感，然后要看看这个情况才决定。但是这个日本的年轻人不参与这种公共的讨论，这个很内向的，这个内向。我能问一下，非常就是害怕对中国对中国不感兴趣或者害怕，还是说他们对美国、对这种的一般的国际关系的这些的问题都不太感兴趣呢？也不一定，但有一些学生是愿意参与这个讨论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的，但就是对中国不是太感兴趣，是吧？太敏感了。就是中国问题是一个方面就是就是太敏感了，就是政治敏感度比较高，然后这个阿古老师，为什么这个敏感是日本学生害怕吗？害怕他怕什么？他怕什么？就是因为我教的学生是学中文的嘛，那以后可能要做中国有关的工作，要去那你中国是吧？要小心一点，对，去中国然后那个对去留学什么就可能要小心一点说话。然后就跟中国对，我想现在日本公司刚才有一个问题问，就是像中国派员工的日本公司，我想以后派中国的这些越来越难派了，会很少有日本人会愿意去中国了。所以袁丽，我现在开展一项新的业务，所有到中国去的日本员工，我给他们做安全培训。对，你能负责吗？这个太可怕了。只是说你床底下怎么多了一包毒品？譬如说一个女的赤身裸体一下跑到你房间去，譬如说你面对审讯的时候不公正的时候，你怎么对付？这些都是有一套的这个。但是你想一下，就是刚才阿郭老师说的意思，就是你让那些年轻人一想，他们要去做一个学问，学一个硕士学位，做一个工作，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人家为什么要做呢？真的是，就是这种恐惧，我们在中国，我们中国人自己是不得不承受的。对于他们有自由选择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我们让人家害怕，人家恐惧了，就是这个道理。对，就是这样。好，下面有一个问题，也许亚美你可以来回答一下，因为你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这个问题说，我一直记得就是64的时候，那个骑着自行车向天安门而去的年轻人告诉世界 "It's my duty"，这是我的责任。如果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也想做些什么，能否告诉他们 "What's the duty this time"？ 现在的责任是什么？这一次的责任是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大一个问题。对，太大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也许你可以，你说吧。对，我自己感觉其实就是作为年轻人，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首先要做的一点其实是把自己很完整的保留下来。就是对，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讲，就是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今天因为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比如说更闭塞的环境里面，然后你开始上学的时候，你面对的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各种青年大学习啊，然后这种思政的教育，然后你在大学里面可能也很难学到真正的东西，然后你身边今天所有的人，我觉得可能像以前那样愿意好好的去
引导你或者保护你的前辈，就是你在职场中可能愿意引导你保护你的前辈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是有一种赤身裸体的在面对就是这个国家暴力带给你的伤害，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觉得你把自己好好的保留下来，去追求一种完整独立的人格，然后不被击溃，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是你把自己保留下来，其实一切都还有希望。嗯，对，就是把自己的心保留下来，是吧？是，对，这个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说，就我前几天采访了有一位父亲，他的小孩上小学3年级，就是他看到了他们发的那个思政课的课本，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可能这个我们也会作为一期节目播出来的。我现在也还在找其他的家长，就是怎么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仇恨教育里面，这样子的各种各样子的政治学习中，能够学会爱，能够保留，就是刚才亚美说的，能够保留自己，保住自己，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说的挺好的。还有一个人说，请问武雷律师，从在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你希望日本民间和社会更多的去中国化脱钩吗？还是依然促进经贸？一种说法是和中共统治的中国做生意就是助纣为虐，倒不如通过 decoupling 就是脱钩来加速中共的灭亡。他说当然也补了一句说，当然也需要考虑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就是说你支持不支持脱钩？我觉得脱钩可能挺难的，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你知道，在日本，根据我有意识的去观察，最欢迎的在日本有一种店叫百元店，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10元店，但是它是每一个日本家庭几乎离不开的，根据我的观察，里边几乎所有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我不能说全部，都来自于中国。那么大家看到我办公室里这一片，如果有100件商品，我们可能有90件商品是 Made in China，所以脱钩说是很容易的，但其实做起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大家可以完全没法想象2个国家从此不相往来，何况我们还有很多的没办法脱钩的事情，譬如说有些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你让他选择他爸爸还是选择他妈妈，就是这样的简单。或者说我们中国有些是必须的使用日本的技术、日本的产品，没有这个我们很多产品是没法搞的。同样日本也会必须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原材料，有一些东西，所以我的概念是脱钩是没办法进行的。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民主国家的企业可以不顾伦理的和集权国家的人做生意赚钱？我想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当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但是有一点我是说，我是想从日本的华人角度来看，唯有大规模的、更进一步的扩展2个国家的文化人员交流，那么很多仇恨日本的人，或者说受到仇恨日本教育的人来到日本他突然感觉到日本怎么这么好，社会又安定，人有规则，讲文明，讲礼貌，然后在日本说实在的，吃饭旅游又不贵，所以大家瞬间就喜欢上日本。有一个老党员，就是几十年老党员、初级干部来到日本说这日本真好，我以前都被骗了。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也是这种交流是多么有价值，而且
袁弟，我告诉你，现在有一个客观的情况是，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来日本，因为他最早孩子留学目标就是美国、欧洲，但是3年疫情下来，手里没有钱了，这时候日本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因为日本有2个特点，第一个，对中国人签证是友好，所有西方国家当中，日本对中国人签证是最友好的，基本上你说来就来。第二个，在日本你留学的费用最低啊，当然我这也不是打广告，就是你10万人民币在这里上学、交通、吃饭，基本上1年就够的。哇，中国人突然发现，在日本可以这样。另外，你将来可以很大程度上直接可以参加工作呀。但是在欧洲，在美国，很多人花了几百万上学，回国再赚6000块钱，有的还赚不上。但是日本恰恰相反，日本希望年轻人在这留下来。所以今天的中国，大规模的中国年轻人涌向了日本。我认为未来最大的移民潮或者最大的文化人员交流潮，发生在未来10年，大批的中国人来到这里，而且这种的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另外我到国内去，我请律师吃饭，10个律师有6个律师，他的孩子在家里非常喜欢日本的动画。他们就通过看日本的动画来熟悉了日语，这个比例高的让我吃惊。我们不要小看日本文化在中国年轻人当中的重大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小粉红啊，什么仇恨教育啊，但是今天的日本文化，我和日本朋友说，在中国年轻一代当中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80年代只会看那个什么聪明的一休那一代了。这样很多人来到日本，他们熟悉的不得了。什么伊豆的中学呀，什么那些灌篮高手啊，那里整天排队拍照的全是中国的孩子们，甚至中国30岁到40岁的人。所以今天中日人民的交往，我认为其实是，从国家层面这个交往热度是低的，民间层面交往是非常高涨的。如果你到机场，你会看到无数的中国人涌向了日本，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认为它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下面又有一个问题，是给阿古老师的，是贺建俊甫所著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讨论了日本社会的思想转向。您觉得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如何迎来转向？是否会从知识分子开始？如何促进精英与大众的沟通？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自己一直做中国研究，然后我是知识分子阶级和那个草根的这个。我做那个三农问题的农村的这个田野调查，好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就是农村和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说的讲的都很不一样，然后就很难说是中国会怎么样子，因为其实中国真的很不一样了，就是日本是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国家，就是哪个阶级的那个哪个地方的也是比较就是差距不是很大，但中国的话就是很难这个盖过这个中国会是怎么样子。对。然后这个涉及到这个思想的转变的话，这个是很难，就是现在这个仇恨这个教育就是影响的程度，可能是因为农村很大部分的人就是没有办法翻墙看这个场外的信息，然后也有这个日本过去的战争时代的这个记忆，当然是很多地方就是直接就是家属的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记忆啊，没有好好的就是讨论嘛，这个沟通嘛，这个是一定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就是彻底的就是互相理解这个沟通，然后所以我这个
是很难说。这个教育也好，信息的流转也好，这个国和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好，就大量的工作还是需要的。然后我真的很头痛的就是怎么样跟这些跟场外没有办法沟通的人，跟这些人怎么样沟通？就像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的，就是我们那个价值观也是非常就是相似的，但是这个就是真的很难。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场内的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样跟他们沟通，这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好。我下面来念一段留言。这位听众呢，他没有留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写的挺感人的，我就念一下。他说：“我目前在墙内是一名高中教师，我在课上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们要学会独立思考，但是每当看到很多同学们被小粉红老师以及课本带偏，被严重洗脑的结果，我就会有深深的无力感和绝望。就在今天的课堂上，我跟同学们讨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时，有个同学用很鄙夷的表情直接说：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思考这些？我们又不能改变什么，我们不想思考。我反问他：人如果失去思考的能力，那跟低级动物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们要考试，我们不想思考你提出的问题。这件事情给了我深深的震撼。我不想过多的评论那位学生。课后还有个学生主动给我私信，说一些让我很感动的话，觉得我是个好老师。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时代，当一个清醒的中国人真的好辛苦，当一个老师更辛苦。很感谢一直以来不明白的陪伴。我不知道我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坚持当老师多久，或者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生活工作多久。虽然说我很悲观，但是总归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好起来，也希望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从绝望中找到希望，因为 hope is a good thing， 希望总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我不知道你们谁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怎么能够心里还保留这个希望？就比如说这样的老师，或者是我经常会收到一些不明白播客的听众来信，有一些人就是很年轻，在大学里面，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很绝望，他们不知道就是能有什么办法，就是怎么能够让生活有一些希望。老刘来。我想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一讲到希望呢，就是说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空洞的词啊。因为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事件本身，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大家已经够沮丧，然后事件发生之后，你看到的各种现象更让人沮丧。就是这个希望到底它有没有意义？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家随口说出来安慰自己一下一个词呢？我想，你如果仔细看一下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举动，哪怕是那些看上去好像没心没肺的人，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就是说人性当中，人性当这种潜在的这两种潜质，向善的潜质，向恶的潜质，大部分人他是还没有泯灭的。你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那种说法，就是说，大多数人他是好的，但是呢，这是不是一句空话呢？不是的，我想，你好比说，大部分人他没有这种勇气，或者出于各种考虑，去发声或者去怎么样。但是你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反应，要比说他这个事出现之后呢，你会感觉到他感觉到不适，他感觉到很困扰，他感觉到很同情那个孩子和那个孩子的父母，
他不一定说出来，但是你会感觉到，像这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就是人最早的这种道德感。道德感在英语世界里边，叫做第六感 ，the sixth sense。除了人们的五官的感觉以外，还有第六感，就是道德感。那么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想，可能就是从这些正常人的没有发生的这些人的日常反应当中，我们首先学会的。说我小时候，我外婆，她有时候她自言自语，她说起那个以前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村子里面发生的什么事情，她会流泪。一个小孩子，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你看到他流泪，你知道那些事情不对，你就有了是非感，你知道那个不对。那么像现在这些，像这种惨案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不发声，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想这就是希望。你如果是人还有这种是非感，有这种恻隐之心，你干了坏事还有羞恶之心，我想这就是表明人性还没有死灭，我们的是非善恶这种感觉还没有死灭。我想希望就在这个地方，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会能够喷发出来，能够爆发出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还有没有别的人想要？武雷来。我可以以我的例子，我就想说，你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你说，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缺乏公共生活，我们没有公民社会，所以才出现了像钱理群老师所说的那种情况，坏人已经团结起来了，好人没有团结起来。因为坏人可以在一个有意识的引导下或者放纵下，在一个权力的指引下，他随便说仇恨日本鬼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从小就要仇恨日本。但是好人他被压制住了啊！刚才我们泡泡的乔也说，我们那些大 V 都被灭掉了，灭掉了之后，我们的公民社会又没有成立。那么大家想想，在北京15年20年之前，我们有3位书屋，是不是？我们有各种的公共的论坛。那么这些公共的论坛，实际上在舆论场上，在公民教育上，它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后没有了怎么办？从我的例子上来讲，就是我们还是要试图来去影响身边的人，来去创造一个虚拟的这样的社区啊！我在北京，我的律师社区，我的基督教社区。我们的做独立教育的社区，大家其乐融融，在这个社区可以说三观和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我去年我来到东京，我发现我本人认为海外的华人没有什么集权统治的情况下，应当有公民社会，但是我竟然惊艳的发现，海外华人也习惯不参加公民社会，我不讨论公共议题，我喝酒吃饭称哥们可以。我不要在一块谈论严肃的话题，我很失望怎么办？我们自己建设，我们就租一个房子，我们叫东京人民论坛，很快现在今天已经500人以上，我们很快就到1000人。那么大家在这里讨论，就是刚才刘宗辉老师所说的是非问题、正义感的问题啊。而且我本人认为东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后来我突然发现这么多人，秦晖老师啊。包括林佩老师在东大讲座，一个300-400人的礼堂，几百人的礼堂，全是中国人，而且你知道，年轻人是70%，袁丽，我特别感动，年轻人是70%，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小粉红，大家有向善、向正义标准看齐的这样一个文明的理念，只是我们被压抑的太久了，我们太恐怖了，我们生怕和别人讨论严肃问题被追究。我们生怕转发一条微博推特，生怕看一看，甚至看一看袁立的不明白播客，都有可能觉着我是不是犯罪了？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政府审查我了，我的自我审查都远远超过了政府审查了。我每说一句话，我首先考虑到领导喜欢不喜欢，会不会找我家人。但是我想，我那样和死了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想我们要从构建华人社会开始，不管是国内的小社区，影响我们的邻居，影响我们的同学，影响我们的朋友，然后转发一个微博，为破破的桥点赞啊，为原力的不明播客点赞，没有人会关注你。如果这样都不会关注了，那我们大陆的警察就忙死了。大陆的警察总是掐尖，10000个掐2个，10000个掐2个，到50年才能掐到那些最普通的人。所以很多人，包括很多留学生说，武雷律师我不能和你合影。我说为什么？我害怕呀。我说如果你合个影，警察就找你，我们大陆警察就会累死。而且从来没有人因为和武雷合影，参加我的这种社区活动，甚至看原力的这种节目，甚至上直播就会被找。当然也有可能确实被找，但是我知道的是不会被找。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被自己吓死了。我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互联网社会，我们更开放一点心态没有什么问题。社会就是要这样往前走，就是要从建立公民社会，从建立我们的自由的华人社区来开始往前迈步。所以海外的这个华人，他有这样的条件，优先要把海外的华人社会建立。在国内，其实国内的这种社会也是有的只是有时候没有浮现在表面上我们各个阶层的，不管是地下的、半地下的，也是存在的。我们只是要保持对国内这种公民社会的紧密的观察，给予他们以支持。对，好，说的太好了。我东京真的我也挺至今我去年6月份吧，应该在东京，也是在东大，阿古老师邀请我去做了一个讲座。我没想到一下来了，我们本来以为60个人就可以了，然后就报名，然后报200人，结果最后来了差不多快300人，临时去换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教室，对，就是非常的活跃。还有就是我今年2月份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写这个像武雷啊，像张杰平啊，就是有很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重建中国社会。我到时候也是我在推特上再重新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吧。真的是特别的，我觉得武雷你真的是非常的有正能量。你到东京来待上2个月，那你就会深入到华人社区，你感觉其实东京和北京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位日本教授问我说：“哎，东京和北京有什么区别？”我说：“唯一的区别就是警察不会踹门进来。”而且你走在大街上会恍然感觉到，就像北京的街上，没有北京的街没有东京的街那么平整，好吗？有些也是很好的，有些也是很好的。当然，北京现在也很好，但是还是我觉得东京真的是另一个水平。我说那个感觉，对，我是很喜欢去日本的，我特别喜欢去，你们也知道。最后我本来就是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请每一位嘉宾用2分钟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充满仇恨的环境下，你认为普通中国人可以做什么？或者你也可以说，其实武雷律师刚才差不多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让亚美，要不然你来先说。好啊。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就是最近的这个事情中，我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感动的点，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提炼出来。我觉得比如说，其实作为普通人，你可以关注信息的传播，你可以跟谣言去做对抗。就是比如有一个事情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这个事情之后，不是有人就是去列举了很多，说有很多中国人在日本也被杀了吗？你们怎么不去关注？那这个东西其实流传了很广，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他就自己做了一个事实核查，就是去核查了每一个案件的细节，然后就说这么多的案子，你列出来这些案子，它可能是它有些是仇杀，有些是情杀，有些是买凶杀人，
然后有些是中国人杀中国人，也有凶手是菲律宾人的这种，但是反正就是没有一个是像中国的这个情况，是你无差别的去仇恨一个儿童，而且是很明显的在9·18这样的日子，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仇恨教育造成的。我觉得就是你去跟这种谣言做抵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就是普通中国人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是很简单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你只是多花一点时间，你去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发出你自己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跟前面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像的是，我其实我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是，我不觉得跟长辈或者父母和就是广义的讲你身边的人去讲你的想法，我不觉得他一定很困难。然后就像刚刚那个朋友提问，因为他会纠结这个问题，其实说明是他跟他父母的关系没有那么僵，而且很多就是我觉得亲人之间有很柔软的部分，你们不是仇人。那我自己观察会感觉很多爸爸妈妈或者长辈，他平时讲什么话，你可能当时听着很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是凭借一种思维惯性，就他们并不是因为深刻思考的这个问题或者要持有观点才这么跟你讲，他们很多人也是没有那么坚固的，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工作嘛，然后上网刷抖音就刷到那些他就这么觉得。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他讲一句不是这样的，他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还可以这样看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对比如说谈政治出柜很有压力，可是其实我觉得原来大家老百姓茶余饭后也是很喜欢谈政治的。然后我印象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一幕是我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就是白纸那一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有一天就突然发现我爸在饭桌上跟亲戚们讲说，哎呀，你们知道今年那个贵州大巴死了多少人吗？然后你们知道乌鲁木齐的那个吉祥苑的那个小区发生什么事？他就突然开始讲这些，就是很自然的。然后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人在现实中可以很自然的谈这些。然后那些亲戚们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抵触，不会觉得说你是在反党或者反政府，大家就会觉得哦，还有这个新闻发生了，那我平时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大家现实中其实你可以讲很多的话的一个例子。然后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我觉得在上学的时候其实非常恐慌，因为那个时候你去看很多这个东西，你觉得好像不对，就是为什么新闻你老是在讲这个，可是现实中好像不是这样的。可是那个时候身边没有人告诉你，就会怀疑你自己。但是你稍微往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讲话，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是其实是作为幸存者在这里。那我觉得作为幸存者有幸存者的责任，我觉得普通人最简单的其实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讲，然后你要去突破这个勇气的边界。那这个话可能是我觉得当然是我这么跟自己讲了，但是我觉得你不能要求别人去突破勇气的边界。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在心里这样跟自己讲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是有在一点点往前走一点点。对，好，阿古老师，您有什么？您和很多的中国的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我们这些记者，还有您和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们可能也经常问您这个问题。我前天晚上跟很多中国年轻人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讨论的比较热点，就是一个那个就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父亲真的写的那封信哈，但是那个对，那封信真的假的还是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很多中国人转过去的。我很想知道那个为什么中国人就是接受这样仇恨教育的中国人，为什么就把这封信转过去？然后为什么这封信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这个父亲还没有公开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是翻译成中文的，可能是原本是应该是日文写的，那有人就翻译的是很快就转过去。也可能是就是那么感动的信，就是如果不让更多的人看的话，很可惜，也可能是悲伤了怎么办？所以也可能是早一点转过去的。反正是这个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就是我很希望这个就是
这种信可能是日本的领导中国的领导也可能是都看过了。不知道，希望看那个好好思考一下，因为这是我也是作为一个14岁的儿子的妈妈，然后就是共同，就是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这个人类的共同的烦恼，这个喜悦，肯定是可以分享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嘛，是这个14岁的孩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这个是。通过这个事件可以思考很多很多问题的，我一定要跟那个回日本之后要好好的跟日本的年轻人也是好好思考一下。好，谢谢谢。谢谢。破桥，你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你认为普通的中国人可以做什么呢？哎，你的麦克是关的。哎，好了。好，那个。其实刚才伍雷律师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觉得他的回答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能组织社区讨论啊，或者能组织活动，这绝对不是普通人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普通人定义是什么，我说我周围那些就是知识分子朋友，或者说大学生有大学硕士博士或者本科学历的那些朋友，在我看来。我觉得首先把自己要求好，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处于一个自欺欺人的状态。比如我们说，中国仇恨教育，他说不仇啊，我们的教科书上哪里仇了，对吧？我们只是讲点事实啊，是不是？或者说我们新闻哪里仇了之类的，仇不仇你不知道吗？我不觉得他不知道，他肯定知道这是仇恨教育，他肯定知道包括去日本人学校门口拍那种视频。这个是不是仇恨？是不是仇恨视频？我觉得在任何国家可能这个都是一个仇恨视频，但在中国的习以为常。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太习惯了，太久了，我们把它认为是正常了。我们说服自己，我们用了很多的智力啊，或者用了很多的理由啊，把聪明才智都花在这些地方，说服我们自己这些不正常的地方是正常的，其实是很不正常的。我觉得，首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了解这一点，这个是我觉得普通人如果能够把自我认知做好，就已经很好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氛围是不正常的，他能够有这个认知，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太过多的要求。对。老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说起普通人，因为我们都不在国内，所以像我们讲话可能有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样。对，这个说一下哦。这次这个直播我们是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是一个非常匆忙之间决定做的事情，而且呢，对国内的人来说，还是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考虑吧。是。不好意思，你说。但是呢，因为现在互联网把我们都连在一起了，因为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中文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有一点我想说，就是怎么讲呢？Think, don't hate， 要思考，不要仇恨。那么你怎么去做呢？很具体的讲。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仇恨链条上传导仇恨言论的那一环。仇恨犯罪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或者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它跟仇恨言论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前年的时候，就是2022年，联合国那个秘书长叫安东尼奥·古铁雷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忘了仇恨言论多么容易转化成仇恨犯罪，无知和冷漠如何导致不宽容，默认偏执如何等同于共谋 （complicity）。”我们今天原力出的题目，其中就是讲是不是 complicity， 是不是共谋。按照古铁雷斯这种说法，你如果是成为传导仇恨言论那个链条上的一环，你就是共谋。不管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私人场合，那么首先要
确保自己不做那样的一环。那么你是不是一定要去跟别人、跟对方去直接对抗或者直接冲突呢？那不一定的，你有很多方式。你至少要让对方感觉到你不喜欢他讲的这些东西，你也不希望他们向你的孩子传播这些东西。你以自己的方式把你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表现出来，以你自己觉得恰当的方式，或者对方也能接受的方式，就是让对方知道你不喜欢仇恨言论，你也不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仇恨言论的传声筒、代理人或者一个肉喇叭，那是最大的悲剧，那是做父母最大的失败。那么，所以我很欣赏的就是一个美国人他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就是 I'm not a fan of that， 我不是那种东西的粉丝。我想一个正常的人他会接受这种表达方式的。可能最简单的，我们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另外说来说去，说了这么多，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么就是我想归根到底，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么一个悲剧，这么一个惨剧，这么对人的一种良知、道德感的一个巨大的冲击。我想，另外怎么样对待仇恨言论、仇恨宣传，还有共谋 （complicity） 这个词，因为在我们中文里边一说共谋，好像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很大的词，不是的，就是好像说的太严重了，我不说话怎么就成了共谋了？不是那样的。归根到底，我想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都取决于我们想做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做个什么样的人，想让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它不是跟我们无关的，它跟我们有关系，而且不只跟我们有关系，而且跟我们的孩子有关系。我就讲这么多。好，谢谢老刘。那武雷律师，你刚才差不多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有一个人的评论挺有意思，他说武律师这段讲的对，让警察忙一些，把预算用完。对，我不知道，就说也许您能最后再简短的，因为我觉得你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正能量的，就是正能量这个词被他们用歪了，但是就是有非常的就是 positive energy， 真的是非常有就是让人觉得很阳光的一个人。你还是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吧，稍微简单一点说，就是你认为就是普通中国人可以做什么？仇恨的氛围、仇恨的教育，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有管制的、有选择的、精心未料的结果啊，不能把它归结于所有的普通人都是这样的。我在大陆认识的，我也是普通人，我认识的很多的普通人，其实他是善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我们的普通人应当主要从认知上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你可以多看那些不被欢迎的书，多看那些不被欢迎的东西，然后从改变自己的思想。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是说我们要守护住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成为小粉红。我知道有很多著名的法学家，他的孩子就确实和他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一样，他很痛苦啊。所以我们这些人，我觉得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成为小粉红。然后我们更多的国内普通人，我想如果你有机会，你到日本来考察文化交流，然后你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或者没有5000，没有1万块钱，好，你多看书，多了解外面的事物，提高自己的认知。好，谢谢各位，非常有，我觉得有一些治愈的这种的，就挺治愈的一个讨论，大家毕竟心情都非常非常的沉重，谢谢各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以后争取多做一些这样子的节目。好，那先这样，再见。再见。再见。对，谢谢袁丽。